反派能看见弹幕，而我能听见他的心声。他盯着依偎在一起的男女主出神，弹幕都在猜他是不是要黑化了。然而下一秒，他轻皱眉头，这春竹弹幕在说什么？我就问那女的借个练习册抄，名字都没记住，说我心痛到窒息。男女主就长这样，小说界也颜值下滑的厉害。那男的都没我的脚趾头帅，那女的，他歪着脑袋仔细看女主，弹幕都在疯狂尖叫。磕到了的时候，他慢慢把头转向我，瘦了吧唧的，还没有我同桌好看，胖的像个发面馒头，看着就想啃。被称为发面馒头的我觉得我同桌疯了，因为他说自己是反派，以后会成为 A 城只手遮天的男人。我觉得我也疯了，因为这些他都没有直说，是我偷听他心声听到的。如果这些弹幕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以后岂不是超级无敌牛逼？盛晨年扭头看我，那张脸依旧面无表情。徐好，今天下午放学有空吗？我还沉浸在听到他心声里无法自拔，毕竟这太玄幻了。盛晨年其实不太跟我说话，他成绩一般，虽然长得很帅，但眼神很冷很凶。一开始班级里还有不少女生偷偷看他，给他递情书，可那些东西无一例外都进了垃圾桶。直到陈远转学过来，大家就将注意力全部转移了。我看向前方依偎在一起的校草陈远和校花林佳怡，他们似乎在讨论题目，凑得很近。陈远其实细看还没盛晨年帅，可关键人家笑得好看啊。陈远浑身散发着阳光的气息，让人不由自主想亲近，不像盛晨年整天一副拽的258万的模样，我平时都不敢跟他说话。小胖同桌怎么不理我？他看陈远干嘛？他也喜欢男主。我收回视线，哦，陈远原来就是男主，怪不得人家是男主，毕竟陈远从没喊过我小胖。没什么事。盛晨年点点头，重新趴回桌上。那放学别走。这群弹幕好烦啊！吃什么醋吃醋，老子又不是江西人，这么爱吃醋。我看着盛晨年黝黑的后脑勺，咽了咽口水，他到底要干嘛？说的好像约架一样。直到放学，盛晨年才悠悠转醒，他揉揉脑袋，看着不远处并肩离开的两人，烦躁地轻啧一声：为什么说我是阴暗的老鼠？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帅的老鼠？一群瞎子。我嘴角抽了抽，继续收拾书包。他催促我：好了没？带你去个地方。我和盛晨年踏进 A 城最大的房地产楼盘的时候，还没反应过来。我偷偷去扯盛晨年的袖子，他的校服懒懒散散的垂在肩上，低头看我。怎么了？我顶着销售人员异样的视线，小声开口：盛晨年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溜达。盛晨年惜字如金，可他的心声却格外活跃。徐好今天早上给我带了2个小笼包，虽然没吃饱，但他平时对我也不错。原来我以后是大佬，那徐好跟着我混，这里的房子我们一人一套。我有些无语，他可真够义气，发达不忘同桌。那2个小笼包是早上吃剩的，我也没给他吃，放在桌子上，他自己拿去吃了。他问我，销售小姐眼睛都亮了，期待地看着我。喜欢吗？我磕巴了一下，还行。盛晨年点点头，转身朝着门外走。喜欢就行，走吧。既然徐好喜欢，那以后就送他这里的吧。他一定想不到，现在的2个小笼包就可以换一套江景别墅。我和销售小姐在风中凌乱，盛晨年是不是有病啊？他在我心里的高冷形象轰然崩塌，只剩下了3个字：神经病。拜盛晨年的功劳，我当天晚上回去都将近12点了。直到第2天，老师站在讲台上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没写作业的同学站起来。盛晨年正撑着下巴打盹，听了这话，转头和我面面相觑。你写了？我忘了。我牙都快咬碎了。盛晨年摸摸鼻子，刚想站起来，就看到不远处的前方一个俏丽的身影，尴尬地站起身。林佳怡，你平时就只顾着打扮，这会作业也不写了？你还记得自己是班长吗？老师眉头轻皱，刚训斥2句，另一个又站了起来，他眉头皱得更深了。陈远，别人不写就算了，你也不写。盛晨年冷冷地嗤笑一声，还真是爱得感天动地，明明写了却站起来给林佳怡扛怒火。陈远不愧是男主，傻缺。还有吗？老师的教鞭拍打在讲台，我硬着头皮站起来，盛晨年也慢慢站起身。徐好，老师快要破音，足以见到他内心的崩溃。你为什么不写？我张口，不知道怎么说我昨天去看房了。3好学生第一次挨训，就是因为我确实应该负责。我还在扣着手指，不知怎么说。盛晨年开口了，老师，他忘了。紧接着估计觉得自己也站起来了，又补充道，我也忘了。其实盛晨年说话语调一直这么懒散，可老师气疯了，以为他在挑衅自己。你们4个给我滚出去，在外面站着。我们站在走廊。我揉揉额头，盛晨年有些内疚但不多，抱歉。同桌好像有点不开心，下次放学不带他去看房了，周6去。那俩干嘛呢？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林佳怡脸颊绯红，陈远离得很近，2人正在悄悄说话。盛晨年死死地盯着2人，半晌后推推我的肩膀，向旁边挪了挪。弹幕又在说他吃醋了，难过了，伤心欲绝了。然而他心里想的是，罚站还能笑出来，俩傻子吧。我跟我同桌这么聪明，得离他们远点，回头传染我俩。我同桌考不了第1，我成不了商业大鳄，怎么办？我被他推着，都快到旁的班了。弹幕更疯狂了，以为看不见就不会心痛，别说了，我心疼反派。盛晨年翻了个白眼，
哪个傻子发的？小学没毕业，自己看新华字典学的词汇。最近盛晨年只要抬眼看向前方，就会被弹幕说成窥伺男女主的幸福。于是盛晨年买了副墨镜，可是弹幕又说他摘下墨镜肯定眼眶猩红，再强装坚强。他被弹幕整得近乎崩溃，原本就臭的脸现在更阴沉了。服了，这群傻狗能不能歇一歇？我明天买个横幅在学校大门上挂着，我磕陈远林佳怡 CP， 他们会不会也说我嫉妒疯了？我没忍住，差点没被水呛死。他扭头看我，谁跟他们说我喜欢林佳怡了？我同桌看着比他可爱多了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个……我停下喝水，静静看他。盛晨年慢慢和我对视，然后移开视线，耳尖微微红了，像个白萝卜。干嘛突然看我？好可爱。我面无表情的继续喝水，神经病。我就没指望他能夸出什么好东西。上次说我是发面馒头，这次说我是白萝卜。关键这人对白萝卜都能脸红，什么内心阴郁的大反派，我看是个傻子还差不多。男主又在为女主辅导功课了，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将他带到和自己一样的高度，爱人如养花。反派男配在背后阴郁的看着羡慕死了吧，自己成绩差，辅导不了女主。盛晨年盯着林佳怡和陈远的背影看了几秒，扭头看着正在学习的我，心里发出不屑的冷哼。万年老二还辅导别人学习呢，我同桌全校第一都没说什么。我写字的手一顿，不明白他又怎么了？我成绩好，他这么骄傲干什么？莫名其妙。盛晨年撞了撞我的肩膀，同桌，我也要补习。我放下笔，将一张试卷放在他面前，你先把这张卷子做一下。盛晨年眉头紧皱，怎么我的待遇和他不一样？我懒得搭理他，直到月考成绩出来了，弹幕直接磕疯了。短短1个月啊，女主成绩从中游爬到了第4，我们妹宝真厉害。不过你们不觉得反派和女主也很好磕吗？阴郁反派从倒数直接为爱追到了第3名，硬生生插在了第2名的男主和第4名的女主中间。我看不见弹幕，只看到趴在桌子上欲哭无泪的盛晨年。早知道不抄的这么厉害了，要被叫家长了。操！我无奈的摇摇头。考试的时候他一个劲盯着我，我还以为他要借东西，合着是在抄我试卷。好在老师没有叫家长，只是将盛晨年和林佳怡叫到办公室去。出来的时候弹幕欢腾一片。可恶的老巫婆居然暗讽他俩抄试卷，看女主都气哭了。不过反派为什么没哭？看起来还有点小高兴，肯定是终于和妹宝站在一起，即使被骂也求之不得。他超爱盛晨年那张面瘫脸都盖不住开心，眼里的光星星点点的，太棒了！没叫家长，下次再也不抄了。等会体育课你在教室等我下。盛晨年戳了戳我，我点点头。太开心了，请我同桌喝奶茶。我听着他在心里哼着小曲，嘴角轻勾。直到体育课结束，他终于拿着一杯草莓奶茶匆匆回来，给你，趁热喝，给女生买热的，准没错。我没见那奶茶，看着不远处趴在座位上的林佳怡，轻轻皱起眉。林佳怡因为被老师污蔑心情差，加上来了月经，这会趴在桌子上疼得动弹不得。我接过奶茶，朝他走去，没事吧？我低声问他，林佳怡抬起头，苍白的脸上划过一滴汗珠。没事，喝点热的吧，会好一点。我将奶茶塞进他手里。盛晨年静静地站在我身后看着，我回过头，还没走远，砰的一声，奶茶被人扔了出去。我扭过头，错愕地看着陈远，一向阳光的少年，此刻脸色比盛晨年还臭。他死死地盯着盛晨年，眉头皱得很深，肚子难受，喝什么奶茶？我第一次觉得陈远莫名其妙，可我看不见的地方，弹幕却一清二楚。男主吃醋了，他以为这奶茶是反派男配底的啊，磕死我了！第一次见到温柔男主发脾气，女主肯定很感动吧？反派是不是要黑化了？是不是要黑化了？天哪，这不可能不黑化！对呀，刚刚分明是看到了妹宝疼才去买的奶茶，费尽千辛万苦，借着路人同桌的手才送到妹宝手里，结果还被正主逮了个正着，不黑化才怪！自卑反派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，就被扼杀在摇篮里，够了，我心疼他。我眼看着盛晨年的脸色越来越阴沉，陈远和他的气场都变得很不对劲。自卑他爹个蛋，赔老子奶茶！盛晨年的声音不大，只有在他旁边的我听到了。弹幕还在发疯，修罗场，修罗场！接着就看到盛晨年向前一步和陈远剑拔弩张，赔我的奶茶！空气有点安静，陈远像看傻子一样看盛晨年。我上前去拉盛晨年的胳膊，陈远同学，那奶茶是我给林佳怡的，你浪费粮食确实不好。陈远看着我认真的表情，慢慢放松下来，有些尴尬。他以为有人趁他不在偷偷向林佳怡示好，别人也就算了，偏偏是盛晨年，这个除了成绩比他差，其他样样都比自己优秀的人，让他有着很强的危机感。抱歉，我不知道，我晚点会陪你一杯。盛晨年静静地站在我身旁。一群春竹弹幕，春竹男主，老子买杯奶茶投喂小同桌，还被扔了。这个春竹遍布的世界，怪不得我能成为最牛逼的男人，因为我聪明。然而他表面神色淡淡，甚至低头看我。
走吧。我呵呵一笑，好装的反派。第二天是考试后的自习日，往日这种时候一整天都没有老师看管，很多爱漂亮的小女生就会换下校服，穿着小裙子，林佳怡也不例外。她本就长得漂亮，今天穿了一件纯白色的连衣裙，几乎把所有人的视线都吸引了过去，甚至包括盛晨年。我注意到他盯着林佳怡的身影看了好几次，弹幕肯定又在说她沦陷了。事实上，我也觉得她沦陷了。我看着自己身上的校服，心里莫名有些失落。我确实没有林佳怡漂亮，如同盛晨年所说的，我甚至有点小胖，因此即使这段时间和盛晨年走得再近，那些发弹幕的人也依旧把我当路人甲。我掏出卷子继续写，面前却突然凑来一个毛茸茸的脑袋。盛晨年撞了撞我的肩膀，徐好，你觉得林佳怡今天好看吗？我点点头。盛晨年趴在桌子上，我也觉得好看，怎么会这么好看呢？我握笔的手一顿，将卷子翻了个面，心里酸酸的有些不舒服。下一秒却听到了盛晨年的心声。不愧是我妈设计出来的衣服，只是林佳怡那个豆芽菜有点穿不起来，如果放在小胖身上，他将目光转向我，眼睛眯了眯，应该会更好看。我彻底愣住，林佳怡是天选女主，她不仅长得好看，家境更是优渥，平日里穿的几乎都是名牌定制。盛晨年平时看着挺普通，我还以为他跟我一样只是个普通家庭，但想到盛晨年刚刚夸我的那句，我的脸颊慢慢爬上一抹绯红。盛晨年盯着我的脸，你发烧了吗？我忙不迭摇头。他疑惑地重新趴回桌上，心声却一字不落飘进我的耳朵。他脸怎么这么红，像苹果一样想啃？我觉得盛晨年什么都想啃，白萝卜、发面馒头，现在又来个苹果。他真的特别喜欢把我形容成食物。徐好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放学时，我和盛晨年一起走在路上，他莫名问了我一句话，我一愣，随后紧张到手指蜷缩。这还太早了吧？我虽然对他有些好感，但这话未免太过露骨。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，就听到盛晨年在心里嘀咕：徐好到底能不能看出来我是一个可塑之才，以后能大榜 A 成？我觉得你……我叹口气，对上他的眼睛，很厉害。盛晨年点点头，伸手拍了拍我的脑袋。徐好果然是个懂欣赏的人，他的掌心很温柔，我的心跳莫名漏了一拍。盛晨年也意识到这个动作有些暧昧，有些尴尬的放下手，很有眼光。一时间，一阵暧昧尴尬的氛围在我们两人之间环绕。盛晨年的左右手都不知该怎么摆，却突然听到了不远处传来一阵细细的抽泣声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盛晨年的眉头就深深皱在了一起。什么叫女主被小混混堵住了？林佳怡不是早就跟陈远离开了吗？他抬脚朝着不远处哭泣的声音走去，我也紧跟其后。看到林佳怡的时候，我倒抽一口冷气。她的腿上都是血，漂亮的白裙子也被染上了一朵朵红梅，整个人缩在角落，像一朵柔弱的小白花。几个小混混明显也没想到会伤人，正待在原地面面相觑。离他远点，我报警了。我掏出手机，牙齿忍不住打颤，但还是冲到了林佳怡面前。盛晨年将几人堵在巷子口，今天谁也不许走，滚开！猥琐的男人怒吼一声，哪来的两个爱多管闲事的？我们只是想抢个钱，是他自己撞上来的。看着他手里还泛着寒意的刀，我咽了咽口水。盛晨年，让他们走，他们手里有刀。弹幕也紧张的越滚越多。反派高光来了，为给女主报仇，几乎废了半个手臂。这一段当时看得我热血沸腾，甚至想要他代替陈远做男主。通关一怒为红颜，反派这个带感啊！半个手臂。盛晨年看了看自己的胳膊，又看了看不远处的我，让出一条路。走吧，请。本来打算拼命的小混混瞬间懵逼。盛晨年撇撇嘴，滚不滚啊？不滚都别走了。他抄起一旁的木头桩子，在手里掂量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几个混混一哄而散。我惊讶于盛晨年为什么突然转变，就见他慢慢走到我身旁，心声响起，为那群弹幕说我会救别人废了半个手臂不值当，何况他垂眸看我，小胖胆子好像挺小，到时候吓哭了怎么办？林佳怡被吓得连站都站不起来，她白皙的大腿被割了一刀。我还没脱下身上的外套，盛晨年便先脱了下来。弹幕又磕疯了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剧情改变了，但反派有这么重的洁癖，还把自己白白的校服盖在女主腿上，这是真爱了吧？盛晨年是有些反派基因在身上的，他特看不惯这些弹幕在那里乱组 CP， 这不是造谣吗？他跟林佳怡都没见过几次，给他盖上腿也不过是同学之间的互助，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这么做的吧？但弹幕却显然并不打算放过他，一想到反派后期会抱着女主还来的衣服在夜里猛吸，就觉得好带感。盛晨年搓了搓手上的鸡皮疙瘩，这些人说的真是我吗？这些弹幕有一个正常人吗？想了想，他将自己的衣服重新拿回去，径直拉开我的书包，将我的外套扔给了林佳怡。我一脸懵逼，他倒是干脆拿我的外套做人情，回头我给你洗。他垂头看我，我也没多在意，哦了一声。盛晨年勾勾嘴角，小胖真的好乖，那么善良的小胖真可爱。我现在已经不想搭理他，全身心放在林佳怡身上。你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啊？林佳怡垂着眸子，我本来和陈远一起回去的，可路上发生了点分歧，我便站在这巷子口等他，然后就被堵进来了。
直到警察赶到，林佳怡的父母将她接走，我跟盛成年才匆匆往回走。月色悄然降临，我踢踏着路边的石子，感觉有些冷了，伸手去摸书包里的外套，却发现那里空无一物。我抬眼瞪着盛成年，都怪他自己不想把外套送出去，就把我的外套送给别人。察觉到我埋怨的视线，盛成年扭过头看我，怎么了？我现在已经对他没有害怕的感觉了，于是干脆挑明我冷。盛成年一愣，将外套随手罩在了我头上。那你不早说？我吸吸鼻子，将他的衣服套在身上。盛成年身上有一股似有若无的清冷木质香，不同于这个时期男生身上的汗臭，他干净的简直让我有些不可置信。怎么这么看我？盛成年静静地看我穿上外套，拽了拽我空出半截的手臂，你胳膊怎么这么短？他一开口就没好话，我举起剩下的半截空袖子抽在他身上，要你管。盛成年的眼底划过一抹笑意，小胖穿上我的衣服好小一只，像个小洋娃娃，好可爱。看着胖乎乎，怎么穿上我衣服这么小？盛成年终于没有再把我形容成吃的了。感天动地，夜晚的蛐蛐一直在叫，昏黄的路灯下，我和盛成年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林间的小路只能听见我们沙沙的脚步声。盛成年突然问我，徐好，你毕业了要去哪所大学？想了想，我开口 H 大。盛成年点头，那我也去，继续跟你做同桌。微风吹过，我站在原地看着盛成年，他的耳尖慢慢爬上一抹绯红。我们俩都没说话，盛成年的心声却稳稳地落在我脑海。这么盯着我干嘛？小胖该不会要拒绝吧？我又不是表白，只是说做同桌，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看着对面少年认真的模样，他连眼睛都不敢跟我对视。可我说出的话注定打破这暧昧的氛围。盛成年，你考不上。果然，这话一出口，盛成年脸颊的绯红彻底消失不见，他的眸子恢复了往日的冷寂，转头目不转睛地朝前走。盛成年走得有些快，我只能抬脚追他。盛成年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，这小胖说话怎么这么伤人？坏小胖，你就是生气了？没有，小胖瞧不起我，我成绩是不咋好，也不用这么直接说出来吧。盛成年，你别生气了呗，我刚刚跟你闹着玩的。我憋不住笑，他突然站定，没有生气。今天的小胖是超级邪恶小胖。少年的眸子很黑，猝不及防，我撞进了他的胸口。我心跳猛地加速，赶紧退后一步，却因为太过慌张，控制不住的向后倒。盛成年立马抬手去拉我，另一只手去护我的头。于是就这样，我再次被他拉进怀中，我的头狠狠撞在他的胸口，听着头顶上方呜的一声传来闷响，世界彻底安静，我大脑彻底宕机。少年身上清冷的木香更浓烈了，不同于外套上快要消散的味道，他身上的味道更重，也更好闻。男生也有体香吗？晕晕乎乎的，我下意识想。盛成年在想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本以为能听见他的心声，可离得这么近，我却只听见他震耳欲聋的心跳。我贴在他的胸口，那心跳声仿佛要把我的半边脸颊都震麻。终于我反应过来，退出他的怀抱，向旁边撤了一步，看见盛成年正呆呆地盯着自己空下来的掌心。我从没见过盛成年这么呆傻的模样，没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。盛成年，你好像一个二哈。盛成年反应过来，将手垂在身侧，没再开口，可他的心声还是闯进了我的耳朵。我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小胖身上好香，原来拥抱是这种感觉。小胖不会觉得我在吃他豆腐吧？他扭头看我，刚要解释，我摆摆手，刚刚对不起啊，我不小心撞进去了。盛成年扯扯嘴角，那你下次别撞别人。空气再次安静，我们俩都没再说话，静静地朝前走。我发现弹幕只有在林佳怡出现时才会出现，这像是特意围绕着他的一样。但盛成年的心声，我却是什么时候都能听见。就比如此刻，他正在思考，世界上的女生是不是抱起来都是小小一只？小胖看着软乎乎，抱着应该挺舒服，怎么还是有点硌人？他搓着下巴，许好，明天你不要给我带小笼包了，我给你带早饭吧。我没答应，也没拒绝，因为此刻我清楚地听到盛成年的心里在盘算，怎么把小胖喂得更胖一点，这样抱起来是不是会舒服些？我的耳朵越来越红，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？谁说以后要给他抱了？第二天，盛成年真的给我带了一抽屉早餐，我目瞪口呆，我这哪吃得完呀？盛成年却表现得理所当然，多吃点，你养猪呢？我瞪他，盛成年撑着下巴看我，没有啊，猪都是邋遢的、臭的，许好是白白嫩嫩香香的。不过他既然喜欢这个称呼，那就满足他吧。于是盛成年思考2秒说，那你是一只香香的猪。我决定不搭理他。学校举行晚会，身为校花的林佳怡报名了双人合唱。到了需要挑选搭配者的时候，弹幕笃定他会挑选陈远。男女主前2天闹了矛盾，女主几次求和，男主又不为所动，这次是个好机会。对呀，你瞧陈远虽然表面装作不在意，但眼睛一直在偷看女主呢，真是太甜了。小情侣这种暗戳戳的喜欢真带感。我也以为林佳怡会挑选陈远，可她却将手指向了坐在我身旁的盛成年。盛成年还在跟我聊养不养猪的问题，猝不及防就愣住。这弹幕是疯了，在尖叫什么？他扭头看去，还有那小子脸怎么这么黑？林佳怡咬唇偷瞄了一眼陈远，见他表情特别难看，于是更加笃定地走向我们这边。
他微微弯下腰，眼底带着狡黠的光。盛晨年，谢谢你前2天救我，我的腿伤已经好了。盛晨年收回视线，终于知道陈远那小子为什么脸黑了。他指了指我，是徐好，发现你在那边，我们才赶过去的。你谢他吧。弹幕疯狂跳动，他害羞了，他害羞了。这种连功劳都不敢认的乖巧小狗，到底为什么会成为反派？爱而不得呗，还能为什么？你别说，反派害羞的模样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林佳怡没想到盛晨年会这么不给面子，微微愣住，可随后冲我笑着点点头，又再次邀请盛晨年。那你可以和我一起合唱一首吗？盛晨年想也不想的拒绝，不要，我不想唱歌。弹幕都在骂他不争气，别再害羞了，这可是人生中不可多得，能和女主牵上关系的机会，够你回味一辈子了。如果不是男女主吵架，哪轮得到你啊？傻小子，快上啊！一群脑瘫弹幕砍拼，嘻嘻的时候砍到头了吧？盛晨年的脸越来越黑，甚至可以用黑炭来形容。老子五音不全，唱什么唱？到时候把小胖吓着了怎么办？我可不能毁掉我在他心中的完美形象。如果没听见这些心声，盛晨年在我心里确实挺完美的，长得帅，心地善良，虽然话不多，很高冷，但还算体贴。可这会儿他在我心里已经毫无形象了。我偷偷看他，原来盛晨年还五音不全。林佳怡有些尴尬，她没想到自己会被拒绝的这么干脆，毕竟她从小到大还没怎么被人拒绝过，一时之间有些下不来台。我扭头看去，陈远推开板凳，径直走出了教室。虽然盛晨年没有答应一起演唱，但林佳怡最后的目的达到了。他长舒一口气，冲我们微微点头，坐回了座位。盛晨年皱着眉看着他的背影，弹幕都在猜他是不是后悔到抓心挠肝。然而他想的却是，这种自恋狂怎么当上女主的？为了让陈远吃醋拉我挡枪，老子无妄之灾。这是一本什么狗屎小说？作者肯定小学都没毕业，女主角就应该让小胖当。我们家小胖比他善良10000倍。我低下头继续写试卷，却一个字都写不出。谁是他们家的了？神经病！盛晨年又在发癫。晚会难得的放松时刻，除了舞台上表演的人，我们都很悠闲。盛晨年不知从哪搞来一堆零食，放在我面前，我俩吃得津津有味。灯光昏暗，我突然想上厕所，于是站起身，盛晨年也跟着站起来。你干嘛？我回头看他，你去哪？他像个跟屁虫一样，让我有些好笑。我去上厕所，那我也去上厕所。我扯扯嘴角，你要跟我去女厕？没有，他跟在我身后。弹幕说今晚会发生大事，我不能让小胖单独待着，我得看着他，万一出了事儿，我能保护好他。我听着他的心声，嘴角忍不住轻轻勾起。昏暗的校园里，我们一左一右的走着，下一秒，真的听见不远处传来西西女的声音。盛晨年脸色冷了下来，他拉着我的手朝一旁躲了躲。我们都屏住呼吸，盛晨年已经在找趁手的武器了。可随后，我听见了林佳怡的声音：“你混蛋！明明是你说一起去自习，可你放了我鸽子还不解释。”陈远的声音带了些无奈：“我那天真的有事，那你去忙你的事吧，我不想听，以后也别来找我。”林佳怡跺跺脚，转身就要走。我瞪大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一向温和的陈远，一把拉住林佳怡，按在楼梯拐角的墙上，一只手牵制住她的下巴，另一只手环上她的腰，两人就这么吻在了一起。林佳怡一开始还拼命把人朝外推，伸脚踹陈远，可紧接着没一会儿，她的身子就慢慢软了下来，伸手搭在了陈远的肩头。寂静的夜里，两人吻得难舍难分，只能听见黏腻的口水声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感觉从脸烧到了脖子。他们俩怎么这么胆大，在学校里就亲起来了？弹幕也快疯了！大事终于发生了，男女主误会解开，男主强吻这段也太慢了，我就爱看这种强取豪夺。只是可惜了，反派难配，果然还是让他看见了。反派估计要黑化了吧？看着心上人被别人抱在怀里亲，多难过呀！盛晨年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拉着我的手就朝前走。我一脸呆滞的被他扯着离开。盛晨年的心声飘进我的脑海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，原来就是躲在树林里亲嘴儿。不过这种男的真的很 low， 人家都没同意，这不是违背妇女意愿吗？强迫妇女意愿也不怕坐牢，还甜，这群弹幕小时候脑子被驴啃过吧？林佳怡也是被强吻了，不知道咬他舌头吗？陈远该不会以后是个强奸犯吧？林佳怡都说了不要还亲上去，这么大脸。我嘴角抽了抽，瞬间觉得自己的脸没那么烫了。盛晨年真是一股清流，可弹幕却误解盛晨年，非说他是看见这一幕心碎至极，才仓皇而逃。弹幕刷的实在厉害。盛晨年走到一半，开始抬手猛击太阳穴，我吓了一跳，连忙去拉他胳膊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他烦躁地吐出一口气。我们回教室吧。弹幕叹气，这个路人甲不懂，他就是破防了。盛晨年在心里腹诽，这群蠢猪弹幕什么时候能消停？双击太阳穴到底能不能把他们关掉？破防个鸡毛破防，他们俩爱啃啃去，吵得我脑子疼。今早上学来时，我妈就说可能会下雨，让我带了伞。我在微信上特意通知了盛晨年，没想到他掏出一堆早餐，偏偏没掏雨伞。我紧紧盯着他，他摸摸鼻子，不自然地移开视线。我没带，忘了。我嘻嘻一笑，从桌洞里掏出2把雨伞。
我就知道你没带，所以我多带了一把。盛晨年看着我，视线有些恍惚，半晌之后才扯了扯嘴角。那你可真是我的好同桌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那当然。放学时，天空果然下起大雨，倾盆大雨中，不少人的父母来送伞，将他们一一接走。我从桌洞里掏出2把雨伞，跟盛晨年正要朝外走，却发现陈远已经撑着伞自己离开了。我扭头看去，林佳怡咬着嘴唇，委屈地看着陈远离开的背影，眼里有泪光闪烁。我皱着眉，都不用想男女主肯定又吵架了。果然言情剧里男女主的感情就不会一帆风顺。盛晨年从我手中拿过一把雨伞，抬脚朝着林佳怡走去，把伞轻轻放在林佳怡桌上，然后转头走到我身边，将另一把伞撑开。走吧。天哪，女儿看看男配吧，这男主我都不想说了，他就这样丢下你一个人。果然，男配才是最靠谱的那个。说真的，我都有点心疼这个反派了，嘴是别人亲的，活是他干的。我走在盛晨年身侧，他抬起胳膊将我的肩膀揽了过来。我的身子瞬间变得僵硬，盛晨年的胳膊也僵硬的厉害。他清清嗓子，靠近点，伞不大，等会儿被雨淋了怎么办？盛晨年说话都有些结巴。我抬眼看他，盛晨年不敢跟我对视，笔直的看着前方，他的心声发了疯似的朝外冒。这群蠢猪弹幕在第1层，可他们不知道老子已经在第5层了，哈哈哈。让林佳怡那个小豆芽自己撑伞去吧，我和小胖要贴贴一起回家了。老子真是个天才。我扯扯嘴角，又朝他靠近了1分。盛晨年的身体更僵硬了，他低头看我，对上我的视线时又不自然的移走，嘴角却压不住的上扬。我还没见过盛晨年脸上有这么丰富的表情，他平日里真的很装。徐豪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又是这种问题。我扯着嘴角，刚想跟他说以后一定会有大出息，却听到了盛晨年的心声。他连心声带着些紧张，他会不会觉得我很轻浮？徐豪能不能听出来我在表白啊？我一愣，随即脚步也有些踉跄起来。这是表白？于是我没说话。盛晨年等了半天，干脆问我：徐好，如果你是女生，会喜欢我吗？我抬眼看他，我就是个女生。盛晨年瞬间变得手足无措，甚至打在头顶的雨伞都有些偏斜，被雨淋了小半边。上个问题。他见我没接话也不恼，继续问：你觉得喜欢一个人怎么表白好呢？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，雨水啪嗒啪嗒落在地上，发出独属他的交响乐。我和盛晨年的脚步同频地走在一起，于是我清了清嗓子说：表白最起码要正式些，从一束鲜花开始吧。盛晨年点头，我们一路再没有多说什么，可盛晨年的心声却一直活跃，我倒也不觉得无聊。他一会儿在猜我是不是已经知道他喜欢我了，一会儿在想买什么花会比较好。直到我家楼下，盛晨年才开口：这周日你有空吗？我点点头，那我到时来找你。这是一场心知肚明的表白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冒出甜滋滋的感觉。可人生无常，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周日一大早，刚睡醒就被我爸妈的慌张吓了一跳。快，你外婆家里出事了！我爸的脸色沉重，我妈的眼眶通红。远在乡下的外婆因为近几日的连环暴雨，发生了泥石流坍塌，整个村子都被淹了。天空下着暴雨，我爸的车一路疾驰，直到夜晚，外婆等人才在消防员的帮助下彻底被解救出来。我浑身湿漉漉的，我妈帮我擦落头发上的水珠。你老师那里，我已经给你请假了，咱们过了今夜再走。我瞳孔突然猛缩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急忙去掏手机。盛晨年的未接电话有3个，短信更是几十条，从最开始一直滑到最后。我的眼眶慢慢发热。徐好，我来找你喽。徐好，你在家吗？为什么打电话你没接？徐好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咱们不是约好的吗？徐好，你是不是在耍我玩呀？我在你家楼下等你，如果看到的话，可以回我一下吗？徐好，你是不是猜到了我要跟你表白？你不喜欢我对不对？对不起，徐好，我喜欢你。要拒绝的话，我也想听你亲口说，行吗？徐好，我以为喜欢一个人是很甜蜜的事，可原来这么让人难过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再打扰你了，不用躲着我，贸然表白是我的不对，对不起。我掏出手机拨打过去，可不管我打多少遍，那头都是无人接听。雨夜上路确实危险，我爸说明天一早就赶回去。我打了一整夜的电话，可盛晨年一直没接。妈，都给你请假了，真的还要去学校吗？我妈坐在客厅嗑瓜子。我拿着书包一阵风似的跑去，可直到学校我才知道盛晨年请假了，他压根没来上学。我下意识想问老师盛晨年家在哪，可老师探究的视线先转了过来。我咽了咽口水，还没开口，林佳怡就先我一步走上前。老师，盛晨年可能生病了，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没接，您能把他家地址给我吗？我作为班长和徐好一起去看一下。我转过头看着林佳怡，她冲我眨眨眼。我们2个拿着地址，马不停蹄地朝着盛晨年家赶去。按响盛晨年家的门铃时，我还有些忐忑，可按了3分钟都没人回应，我彻底慌了。林佳怡的脸色也越来越沉，不然咱们打报警电话吧。他这话刚落，我便听见门内传来一阵踉跄的脚步声，踢踏踢踏。盛晨年的声音气若游丝，轻咳2声：谁呀？林佳怡先开口：盛晨年，你今天没来上学，我们问老师要了你的地址，来看看你怎么样了。屋内响起一阵咳嗽，弹幕兴奋的不行。
反派知道女主这么关心他，还亲自跑过来，一定激动死了吧？盛晨年眼底划过一抹嘲讽，深吸一口气。他昨天淋了一天的雨，回来就彻底昏迷过去。听见门铃响，还以为是徐好那个小没良心的，可果然还是林佳怡吗？为什么这个世界总要把他和林佳怡捆绑在一起？出于礼貌，他还是打开门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不那么不耐烦。谢谢你，我没事，你可以回去。他的话哽在喉咙，发现了站在一旁一脸担忧的女生，我语气里带了些尴尬。盛晨年，你还好吗？盛晨年抿抿唇，进来吧。果然反派在嘴硬，看见女主这张脸也会忍不住心软吧？他那副逞强的样子，真是看得我心碎极了。女主能不能看看反派呀？他长得也很帅，都说了男配不要太帅，不然我会意难平的。林佳怡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盛晨年，简单慰问了几句，便转身走了。临走前拍拍我的胳膊，一时间房间里只剩下我和盛晨年。你爸妈不在家呀？我有些尴尬。盛晨年瞬间懒散地倒在沙发上，从鼻子发出一声回应，随即看向我。不是不想见我吗？怎么还跑来我家？徐好，你是不是想吊着我？我正在喝水，差点没被他这话噎个半死，一时间呛得脸通红，猛烈咳嗽。他皱眉，从一旁抽出纸巾挪到我身边，轻轻帮我拍背。笨死了，吊着就吊着吧。他这么笨不吊，别人只吊我也行，毕竟除了我也没人给他吊。但要是他敢吊别人，我就……他盯着我的脖子看了几秒，暗骂一声。我果然被这群弹幕整疯了，我竟然觉得违背妇女意愿也是一件让人心动的事情。我被他的心声整得满脸通红，抬眼恶狠狠瞪了他一眼。盛晨年将脸转过去，想了想，又转过头，直勾勾地看我，干嘛勾引我？为了更好地吊我？我觉得他没救了，我瞪他都会被误解为勾引。我决定跟他聊正事儿。我昨天不在家，外婆家里出事了，所以……盛晨年猛地坐起身，他的眼睛亮亮的。他没有吊我，他在跟我解释。我咽咽口水，转头看着放在桌子上的玫瑰花，玫瑰花瓣还沾着昨天的雨珠，侧边的花瓣有些发黄凋落。你还要重新表白吗？盛晨年盯着我足足3秒，拿起手机，这花都蔫了，我重新订。我拉住他的胳膊，我觉得这个就很好。他看着我，顿了几秒，我们都没说话。盛晨年的手越来越烫，我的脸也越来越红。说话呀，不是要表白吗？盛晨年好像宕机了，我应该说什么？小胖，我喜欢你。小胖，你真可爱。小胖，你做我女朋友吧，我给你养成你最喜欢的小钟模样。我咬牙切齿，他敢表白的时候叫我小胖，我就掐死他。半晌后，盛晨年认真开口：学好，我喜欢你，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我咬紧嘴唇，害羞的不知道手往哪里放，沉默着点点头。盛晨年的眼睛更亮了，一把将我拥进怀里，他滚烫的呼吸洒在我的脖颈。徐好，我好喜欢你，好喜欢。我点点头，承受着少年满腔的喜爱。我可以咬你一口吗？他突然问。我一愣，刚想张口惊叹，他却把这误以为是同意。盛晨年还发着烧，他凑得近了，我莫名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炙热的呼吸和滚烫的唇就这么贴在我的脖颈处，我清晰地察觉到他在轻咬我的肌肤，温热黏腻，带着些酥酥麻麻的痒。我握紧盛晨年的胳膊，整个人都要熟了。哪有人刚在一起就咬人的？盛晨年果然是狗。盛晨年抬起头，嘴唇红得吓人，眼底是藏不住的笑意。果然跟我想象的一样，好香好甜。他盯着我的嘴巴，咽了咽口水。徐好，我能亲亲你吗？我简直快被他整疯了。盛晨年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干什么都要问。可看着他执拗的模样，我也有点好奇，盛晨年的嘴巴是什么味道？他长得这么帅，怎么都不算我吃亏。于是我将手轻轻搭在他的双臂，微微抬起头，双唇印下的瞬间，我再次听见了盛晨年心里发出的满意窥探。我就说，不违背妇女意愿的吻才是最让人心动的。